一年又一年，新闻频道王宁、沙尘在这里陪您看春晚，陪您过大年。没错，刚才你看我们的春晚节目上又是老中青几代歌手唱了一首歌哈。我们现在演播室里来了2位，哎，特别青春。对，刚刚跳完和唱完青春的起点。辛苦。刚刚您说老中青，我有点吓一跳，我以为您是说我们这一组。对，你们是青加少，青少年。你是说你是老的吗？不，他是老的。是。对，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个王嘉尔还有罗志祥，他们2个人真的是带着热乎气儿，对这个舞台的那种热乎气儿来到现场。我们离得近，能够看见嘉尔这个脸上的汗在一滴滴往下流。是的，志祥应该我刚擦完，对。王嘉尔他那个汗腺很发达，对，比较医生说的。每次这样排练，每次彩排都是这样吗？彩排的在跳舞房里面练的时候就会可以拧出来水。真的是咱们在舞台上，奉献出来的这个这么精彩的舞蹈，其实背后是他们特别辛苦的付出。所以你们对精彩的节目是在我们0点钟声敲响之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迎接跨年的这一刻，好不好？太好吗？太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这里迎接。倒计时，来，我们倒计时了，一起倒计时。来，我们可以倒数啊！第一次跟你一起过年啊！来，一起过年。来10、9、8，梦之蓝梦有家，祝全球华人新春快乐。3、2、1，新年快乐！我们做一个，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太开心，3年了，真正的鼠年了，真的鼠年开始了，真的鼠年到，太棒！来，你有什么祝愿鼠年？赶快！鼠年啊，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一切最好的，全部都属于你们。哇，太棒了！这是最好的。当然，当然什么？他说了。对，我觉得身体还是最重要，身体。然后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去注意健康。然后第2就是追着你们的梦想，大胆的去追。对，追梦想，同时精彩就会属于你。真好的祝福。嘉尔刚才说的健康，其实在今年这个春节尤其有更重要的意义，是吧？正我们在抗击这样的肺炎疫情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要更把这样的祝愿，每个人都平安，每个人的健康，要送给每一个人。是的，我们也在这儿特别希望，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新闻的微博、微信客户端来跟我们互动，把你们对于新年鼠年的愿望告诉我们，然后一起也告诉嘉尔还有罗志祥，看看我们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接下来我们来碰碰火花吧，碰火花吧。对，这个青春的起点背后的火花，来碰火花，碰。不要怕。对，排这个舞蹈有什么样的惊喜的故事吗？因为我觉得舞蹈对于你们2个来说太轻车熟路了，不会有什么挑战。哇，排这个舞蹈，印象比较深刻。其实首先第一就是我觉得时间啊，罗志祥好的椅子你能再高点吗？谁？我很高了，我。是吧？对。你太低了，太低了。稍微再高一点。哎，好，这样好。对，因为在编排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是先分开练。分开练完了之后，我们才全部集合在一天，然后做最后的一个不管是默契、总彩排等等的。然后因为这一次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就是，我跟他是第一次合作，没有，我跟千玺是合作过，跳舞是第一次合作，所以那个期待感又跟得不一样。为什么期待感不一样呢？因为我喜欢就是像刚刚说的，有擦出新的火花出来。就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按套路出牌，对，你看他说之前是分开练，对，然后合练，然后这个合练的时候会出现跟你之前意想不到的情况吗？有吗？很多细节要去磨合去搭吧。因为首先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这一次，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难关这一次是时间上的，很紧迫，太紧了，没有充足的时间。对。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关键。然后用多长时间打磨出现在这样的默契程度？非常棒。在那一天，其实嘉尔做了很多很敬业的态度。就比方说，他练完了觉得还不够，因为下一次我们3个人要聚在一起，可能时间比较少。他就说：“哥，我们再继续录好不好？我们再继续排。”然后我说 ：“OK 啊，可以继续排。”然后我们就排到差不多凌晨2点多吧。我们从白天上午开始到凌晨2点多，那种敬业的态度我是很佩服的。那种敬业的态度，我想说是跟你说的。怎么说呢？因为从小看到大。从小哇，你是我偶像，真的。志祥。
你想说什么？对他从小很开心，我可以成为他的偶像。对，那家乡是怎么过年的？此时此刻，爸爸妈妈在哪里？爸爸妈妈在家里，就是做的那个年夜饭，然后等待着我的回去，等待你回去。对，要飞回去啊？对，要飞回台北。什么时候？明天。什么时候？明天。戴好口罩啊！会的。一定戴好口罩，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是。哎，台湾这个时候会吃什么？不一样，其实都差不多吧。就跟南方，其其实厦门、福建那一带，其实都吃的都差不多。那妈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特别的菜色，都是妈妈自己会亲自下厨。对，你们家的特色的菜是什么？对，主菜。我家的特色菜就是我一年只会吃到妈妈煮的一次菜，就是过年的时候。什么啊？因为平常妈妈不煮菜的。平时妈妈不煮菜。对，因为我没有住家里了。对。所以我每次就是最期盼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可以回到家吃到妈妈的菜，特别香。对，妈妈的不是妈妈平时不做菜，是因为你平时不回家。没有，也不要让妈妈太累。对，就是煮了还要洗碗什么的。我觉得那个你可以帮着洗啊。妈妈不让我碰的，她都说我洗不干净啊，洗不干净。就是我洗完了之后，她哎呀，我再洗一次。你不觉得妈妈都有这种很奇怪的，就是想法？我帮她打扫完了之后，她还要再扫一遍。她觉得我的角度跟她没安全感。对。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疼你，因为她知道你很累。没有，不累，妈妈更累。对，妈妈更累。真好，妈妈特别孝顺的孩子。孝顺是应该的，对吧？是应该的。我妈在上海，我爸妈现在在上海。对，在上海，可能要等到过完年再可以回去了，因为也是工作上的一些。这个春节都安排满了。对啊，春节都不会回去。因为现在我的行程就两岸要跑，就比如海外的行程，然后咱们国内的行程也有，所以就特别紧张时间上，所以就可能碰面的次数不是那么多吧。今天打电话了吗？当然打了，他们现在在看呢。在春晚之前打的。对，节目开始前打。上舞台之前。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也就是那句看你在电视上。看你在电视上，看你的表现，只能看你在电视上。我觉得妈妈说这话心里有点心酸吧。有没有穿秋裤啊？你不要有没有着凉啊？口罩有没有戴？有没有戴啊？就是什么的。对，因为毕竟北方很冷嘛，比上海啊，比台北都要冷。南方比较没有那么冷。但我们跟爸妈去叫他们注意的一些事，他们就不常会听进去。比方说呢？就比如说我说妈妈，你有些时候对自己好一点啊，什么今天有没有漱口啊？用漱口水，就因为我妈妈会经常发炎，就是呼吸对咽炎什么的。我说今天有没有用那个消毒漱口水啊什么的，这些她就会每天有没有吃维他命啊？每天有没有什么？每天早上一定要吃果汁，喝果汁啊。所以你是每天跟妈妈通电话？每天都有电话，就每天都要命令她做的。很好。哇，我都怀疑这是儿子吗？我觉得是闺女，就是北方叫闺女，就是女儿才会做，对，小棉袄才会做的事情。对，所以你看嘉尔说的这个志强，你看你就能够听出来，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这种就是不一样，是吧？父母总是心疼孩子，永远觉得就妈妈要让你穿秋裤，妈妈觉得你冷，妈妈觉得你没吃饱，妈妈觉得你脸没洗干净，可能。但是你让父母做的，他们对自己可能忽视的更多。对，就他们的立场会觉得，对他们来说，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是更重要。对，其实你想，你们做艺人这么多年了啊，就一直在非常熟悉舞台，所以其实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在舞台上有没有哪一刻你们自己就是特别惶恐，会有这样的时刻吗？惶恐，害怕。应该有，因为其实，在今年我刚好入行满26年，跟你差不多年纪。你这么坦诚啊？你是3岁就出道了吗？94年出道啊，95年出道。对，你是90年生吗？对，90年，你刚1岁。对，在这个圈子，其实，在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会很多的起起伏伏嘛。那你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是一帆风顺的，你总会遇到很多的高低起伏。那在每一次的高低起伏，你总是会面临到很多的现实面，然后或者是你是不是感觉快要被淘汰的那种感觉。那因为现在时代一直在变，尤其是观众对于你的存在感，有没有可能像以前这么的浓烈？当观众真的不需要你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很无情的把你抛弃。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在传递的一件事情，就是艺人要懂得下台。如果你不懂得下台呢，就是一种悲哀。
哇，你这句话太深刻了，是真的，因为艺人没有这很难做到，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艺人没有舞台是一种无奈，每一个艺人都很希望他有个舞台可以去表现自己，然后去展现，让很多人朋友们认识到他。但真的该被淘汰的时候，你要懂得去下台。如果你不懂下台，那个很悲哀的。放不下。可是我其实更想知进退，对，但我实际上更想祝愿你在出道的27年迎来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你好像这27年一直吃了防腐剂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真的没有变化，真的没有变化。圈内我也是看你的节目长大的，谢谢，谢谢。妈妈也是吗？但是志强，我就不给你压力了。但其实你觉得罗志祥，他虽然面容没有变化，但其实他，你看从他的这个对这个职业的思考。是的，他在不断的成长，在不断的成熟。其实今天坐在你那位置还有彭于晏，刚才包括韦霆，其实他们应该是差不多相仿，然后他们的想法，现在此刻的想法也差不多。就像他说的，一个艺人知进退非常重要。是，真的是。那你觉得嘉尔这句话会不会影响你对于这个职业的？我真的要像哥说的一样，就懂得放得下，懂得下台。我现在也在准备。不是准备下台，刚刚上台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准备好自己的心理，这样做好心理准备，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新的一年刚开始，不是，就要下台，大家打一下，碰一下木头，要碰一下木头，要有木头，碰一下木头，对，太可爱了你。我的意思是我要准备好自己的心理，不然的话，就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所以每一刻每一秒都要珍惜好，对，感恩，然后做到自己最好的珍惜。但万一以后，就比如说过一段时间了。你想转变一个，准备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可以去迎接，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不同的转变。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你看今天这个舞台上，虽然我们探讨了人生和舞台，但是我们祝愿你们，当然也特别相信你们不会走到舞台的下面，因为你们就属于舞台。当灯光亮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你们的一刻。但我觉得下了台可以休息一会儿再上台啊，对，来是的，就是明白吗？缓一下。有时候其实下台是好事，是为了更好的上台，你会懂得更珍惜你所曾经拥有过在台上的那一刻。对，我觉得有时候下台是好事的，可以让你重新的磨练，不要太快的像现在的时代有很快的让年轻人可能很快的就飘了，膨胀。是的，好像什么都来的特别容易，很简单，很容易。对，应该懂得让他们去珍惜，残酷的去了解很多的一切。对。是的，所以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实时互动的这个竖屏，就会发现有多少人喜欢你们，有多少人希望给你们俩打气加油，对，每一年都能够看到你们。所以我觉得流量这个事情虽然我们经常会说这是一个靠颜值来闯荡娱乐圈的时代，但是看到他们，我突然间发现不是的，他们在颜值的背后有他们付出的那些努力和辛苦，也告诉那些年轻人，那些为了梦想奋斗的人们，别放弃。对，嘉尔是我很欣赏的年轻一代的艺人，他是真的很用心的在付出很多的一切，不管是在综艺、在表演上面，在音乐里面，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发自内心在做一件事情，因为你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个人在做一件事情是不是发自内心跟热情去享受这一块。他是我感受到就是热情的那一块，我觉得挺好的。他不是流量，他是实力。是的，因为有实力才有流量。是，对，是的，有实力才有流量。因为流量它只是一个空的东西，你不知道它真的假的，但实力是真的。没错，所以新的一年对着我们的镜头来给大家送一些祝福吧，因为我觉得你们给大家打气，给大家祝福，可能会戳到大家的心里，尤其是年轻人的心里。来想想，弟弟先，你先好了。大家好，我觉得新的一年当然还是那句健康，身体是最重要的，要注意健康，注意饮食什么的，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同时也是，如果你有梦想的话，一定要勇敢的去追。你不做的话，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了？一定要追到底，不可以因为中间肯定会很难，很多难关。我觉得应该坚持到底，这样的话你会更珍惜，做好登顶的准备。对，加油！对，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的作品叫做是青春的起点，青春就是本钱。然后就像嘉尔说的一样，梦想有梦就去追，有想就要去做，不要只是空想，因为你空想完全不会实现。对，不可能坚持到最后，终有一天目标是你的。对，加油！但也要准备好
下台的准备。不是这个梗过不去了。先让大家预防针打下来，就先做好下台的准备。对，青春的起点不能只做登顶的准备，要两手准备。对，两手。拿得起放得下，是。真的谢谢两位这么坦诚的聊天，让我突然间发现，在他们的爆发力的舞蹈的背后，其实他们有那么沉静的和强大的内心。这是强大的实力。你看这位网友叫喜宝的玫瑰是吧？他说嘉尔正经说教的样子有点可爱啊。啊，对，看来以后你应该常常做我们这样的新闻节目，这样会显得你很有深度。当老师的潜质。对，是的。谢谢二位，也祝愿你们都能够平安幸福。谢谢，祝愿你们的家人平安幸福。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快点，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春晚的节目吧。